头上爱出汗，总是头发都打湿了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听中医详细讲解。夏天快到了，你是不是也被出汗太多困扰着呢？人是一种恒温动物，需要将体温保持在一定水平，身体的各个机能才能正常运转。而夏天外界温度升高，我们的体感温度也随之上升，为了调节我们的体温，身体会以出汗的方式来进行散热。正常的出汗一般部位位于腋下、头颈部、前胸后背处，其他的身体部位则很少出汗。我们每个人的出汗情况也不太一样，您是否也发现身边有的人即使在气温很高的夏天也不怎么出汗，而有些人只是稍稍动一下就大汗淋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出汗量不同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汗腺数量不同，因此我们流出的汗水会有多和少的差别。一般来说，汗腺数量多的人在运动后出汗量会比其他人多。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的出汗量，新陈代谢旺盛的人出汗量多，而新陈代谢缓慢的人出汗量少。李哥一到夏天就特别容易出汗，尤其是头部，明明头发很短，可总是在出汗。每次出汗还会冒头油，一到夏天头上又湿又油，很是难受。李哥也从来没有过分在意这件事，只是觉得自己天生就这样，而且这种状态虽然难受，却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。可是这种经常头部汗出黏腻的状态，很可能是一种疾病。头部汗出的原因，头部出汗可能是因为湿热困于脾胃。像李先生这样汗出黏腻、头部出汗很明显的情况，通常还伴有脸部爱出油，平时肯定还爱吃辛辣刺激和生冷食物，还容易出现腹泻、腹胀等脾胃虚弱的表现，还可能会有口臭、口苦等。这其实就是湿热困阻脾胃，脾胃难以运化水湿，熏蒸头部而导致汗出而黏。头部汗出还可能是阳气较虚，有些人很怕冷，但还容易出汗。这在中医看来其实就是阳气虚的表现之一。阳气虚的人通常出汗比较清晰，比较像水，并且四肢温度不高，手脚冰凉，还容易出现气短乏力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，稍微运动一下就感觉很累，这就是阳气虚的症状。阳气虚弱，头部清阳之气不足，津液就会失去固摄能力而外泄，化汗而出。阴虚火旺也会导致头部汗出，如果常常在夜里出汗的话，这很可能是阴虚。阴虚的人常常伴有手脚心发热、心中烦躁、容易上火、出现口腔溃疡的症状等等。人体内虚火上炎，逼迫头部津液外出，就形成的头部汗出的表现。如果您有这样的症状，很可能还会发展出失眠的疾病。胃气不顾容易头汗出，胃气主要起到保护我们身体的防御作用。胃气不顾，营卫不和而导致体表胃气不能固摄营阴，导致腠理开，津液泄，从而出现多汗的现象。如果是这一原因引起的头部汗出，那除了头部，我们的背部、颈部也会有多汗的表现。而且这种人还特别怕风，身上偏凉，免疫力很差，特别容易感冒。出汗也是疾病的表现之一。中医问诊有一个问诊点叫做问汗，有一些特殊汗出的情况我们需要注意，这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警告。有一种汗出方式叫做自汗，这种人通常都是醒时汗出，活动后汗出加重，这通常属于气虚或者阳虚。还有一种汗出方式叫盗汗，这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开始出汗，醒了之后出汗就停止了。我们通常是在睡醒之后发现枕头床单都汗湿了，这通常是阴虚导致的。如果自汗和盗汗都有的话，这一般是出现了气阴两虚。你是否也有过先恶寒战栗发抖之后出汗的情况呢？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称之为战汗。中医认为战汗是一种疾病转折的标志，如果汗出而身热减退，这是邪去正安，疾病恢复情况好的表现。而如果汗出而身热不退，还感觉烦躁不安的话，这就不是一个好现象了，这标志着邪气偏盛，病情恶化，需要我们注意病情的变化。除了特殊汗出，还有局部汗出的表现。如果只有头上汗出，可能是湿热困于中焦，可能是上焦热气偏盛，也可能是吃了辛辣刺激食物或者热酒热汤而出现的。如果只有一半的身子出汗，我们叫做半身汗，这通常是在中风病人身上常见。
素问中说汗出偏举，使人偏枯，这一偏枯代表着痿病、中风、偏瘫。在我们紧张的时候，常常发现自己手心容易出汗，但有些人不紧张的时候也容易手心出汗。这样的原因有3个，可能是阴虚内热导致津液外泄出汗，可能是阳明燥热郁结于体内而出汗，可能是中焦湿热郁蒸而出汗。不过大家也不要看到手心出汗就觉得自己有病。如果您手心出汗量少，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3. 出汗是排毒吗？很多人认为出汗是排毒的一种方式，所以总是追求疯狂运动，喜欢运动后全身出汗的感觉，认为这样身体更轻松。但这种疯狂出汗的方式其实不但不健康，还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。从广义上讲，出汗可以排出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，比如尿素、盐分等等。从这一角度上来讲，出汗确实可以排毒，但出汗并不是我们身体的主要排毒途径。我们的主要排毒代谢器官为肝脏和肾脏，肝脏主要负责代谢和解毒，肾脏主要负责排出体内的尿液。虽然出汗可以排毒，但并非主要途径。即使是过度出汗所能达到的排毒效果也是有限的。中医常说大寒伤寿，这是因为心在液为汗，出汗太多会损伤心脉和气血。虽然出汗可以带走我们体内的湿气，但过度出汗可能会导致气阴两伤，影响我们的心脏功能，引起一系列的身体不适。虽然运动能让我们放松，可有些人在运动后不仅仅没有放松的感觉，反而会觉得倦怠乏力、无精打采，这就是过度出汗的危害了。中医理论中认为，人体内阴是基础，阳是功能，人体的阴阳是互根互用、相生相长的。如果阴液消耗过多，阳气就会无所依托，正气也难以抵御外邪的干扰。而汗液是阴津的一种，大量汗液的排除会导致津液外泄过多，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。还有些女孩子每次运动出汗就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好了一点，那出汗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吗？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汗液和皮脂混合会形成皮脂膜，能起到保湿的作用，确实是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。但大量出汗会使我们皮肤水合增高，这就和我们刚敷完面膜后皮肤变好是一样的，但这只是短暂的效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水分挥发后，皮肤状态又会恢复原样了。4. 出汗多如何缓解？既然出汗过多可能是身体健康异常的表现，那我们该如何缓解呢？要缓解出汗多，首先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，穿着透气的衣物，比如棉麻等材质。在气温过高的时候，要尽量待在阴凉处或者有空调的地方。可身处的环境温度也不能为了贪凉过低，防止体内湿气积累过多。在气温高时还要减少剧烈运动，运动前后还要注意补充水分。我们在调整生活方式的时候，还要调节一下我们的情绪。情绪压力过大可能会导致出汗异常。在饮食上，我们还要减少咖啡因和辛辣刺激食物的摄入，这些食物会刺激汗腺分泌汗液。我们应该多吃些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，可以调节荷尔蒙平衡，减少汗出。如果出汗量过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一定要去咨询医生。又或者有上面我们提到的特殊汗出状况，还有其他伴随症状，不要不放在心上，要及时去看医生，防止病情迁延发展到严重的地步。即使我们自己大概了解了出汗的原因，也不要自己随意用药，不论中药西药都要辩证对待。自己辩证用药可能会延误病情。结语：头部出汗过多对于我们的形象外表是有损害的。如果头发总是出汗，会显得黏腻，脸上要是还出油的话，就更显得人邋遢，不爱干净。所以，为了我们的形象着想，如果有头部爱出汗出油的情况，还是需要我们尽心调理一下我们的身体，还能防止病邪在体内积累过多而引发疾病。现在的人大多都在空调房内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很少有机会出汗，不出汗体内代谢的废物就会积聚，从而影响健康。因此，我们也需要适量的运动来帮助我们排汗，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。我们不能不出汗，可也不能过度出汗，要遵循一个适度原则。如果您平时在夏天即使不运动也出汗，那就不要运动了。出虚汗需要我们及时补益，而不是坚持运动。
在气血虚的时候，还要坚持大量运动的话，会使我们的身体更虚的。